不管，你爱我吗？当然。薰子，既然爱我，不如就把这股份转让给我，当做礼物吧。可公司是祖父传给我的，不愿意。你连这点安全感都不敢给我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对我的爱是真的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该不会以为我是贪图你的钱吧？你知道的，我段锦墨向来都对钱不感兴趣，我只是想试试你对我的珍惜。我还是走吧，以后别再联系了。锦墨，你别走，我欠父母双亡，祖父也去世，只有景墨，他小时候救过我，也是唯一一个不嫌弃我胖的人。他是我生命里唯一的我不能连景墨也失去。这就对了嘛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景墨，那我们还继续吗？你听见了吗？景墨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人长得胖，想的倒是挺美。你一个肥猪，配得上莫少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景墨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还用问吗？莫少啊，他这几年只是玩玩你而已，你该不会以为他真的喜欢你吧？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亏我还打赌你这胖子有点自知之明，没想到你真想跟莫少睡啊！莫少，快说说，搂着这胖妞是什么感觉？是不是像抱了一块肥肉一样，让人恶心？我胖是3年前我给祖父捐骨髓时打激素胖的，况且3年前是你先追的我呀！闭嘴！要不是因为你家里有几个臭气，老子会帮你补课，吸引你的注意。段锦墨，我对你这么好，学费、生活费，你吸着我的血，都反过来嫌弃我，这些不都是你自愿的吗？老子没有你，以后也照样能赚大钱。那份股权转让协议呢？也是骗我的吗？你知不知道，那是我祖父留给我唯一的遗产？想抢回去门儿都没有！我帮你管理公司也是为你好，就是任由你这个废物折腾。你的祖父只怕是会死不瞑目。段锦墨，我那么爱你，信任你，你却只想着吃血糊，你就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一点吗？喜欢你？实话告诉你吧，莫少啊，他碰你一下都觉得反胃，而我肚子里的才是段家的种。这个死肥猪啊，我看他一眼都觉得吊胃口。行了，既然股份转让协议我们已经拿到手，那就没必要装。走吧。段锦墨，你们欺人太甚！你竟敢打莫少！你怎么？会出什么事儿不是？莫少，他流了这么多血，怎么办？都已经到这个份上了，不能留下证据。拿酒，快拿酒！大慈，谁会来救我？段锦墨、郑梦瑶，你们害死我，吃我绝活。如果有下辈子，定要将你们对我做的一切双倍还给你们！我居然重生了！我重生到了
和段锦墨告白这天，沈氏的噩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很好，段锦墨、周梦瑶这一世换我做主。想不到这种小胖妞要跟莫少表白。莫少学习好，家世好，这胖妞还真敢想啊！家世好，他明明只是个大山里出来的贫困生，被我资助后，花着我的钱在外装阔少，软饭硬吃，还让大家觉得我高攀了他。玄慈，你知道的，我向来喜欢善良、有礼貌的人。可我刚刚听梦瑶说她有点不舒服，只是要你帮她买点药，却被你拒绝了。这是真的吗？玄慈，你怎么能这么冷？最好赶紧跟她道歉，否则的话，我是不会答应你给我的告白的。谢谢莫少的关心，我已经好很多了。应该的。祖父去世后，我就没了亲人，缺乏安全感，才会把段锦墨当成唯一的依靠，却被段锦墨拿捏我，还花着我的钱养周梦瑶。如今看来，他们早就勾搭上我。这一世，你们谁也别想把我踩在脚下。玄慈，再不道歉，别怪我以后不理你。只是道歉哪够啊？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我惹他不开心了吗？既然这样，总要拿出点诚意。要不，我再送点东西。玄慈穿戴都是名牌，家里有的是钱。之前每次我都得演半天，他才想到送我东西。今天竟然这么上头，我再把他的东西当礼物送给瑶瑶，会对我更死心塌地。好，只要你肯好好给梦瑶送礼认错，你的告白我也不是不能答应。这么大方，我是给你机会，你要懂得珍惜。说吧，你要送梦瑶什么礼物认错啊？这份大礼就送给你们这对渣男贱女。祝你们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云慈，你这个天狗疯了吧？居然敢打莫少！你这个死肥婆，莫少这辈子都不可能喜欢你的。我用得着他喜欢？还在嘴硬。云慈，你不过就是怕莫少把你甩，所以装不在乎，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。莫少可是江城首富的亲孙子，只有梦瑶这样的校花才配得上他。哦，我怎么不知道他是江城首富的孙子？你又没有身份，又没有地位，不知道不是很正常吗？莫少他家世显赫，卡里随随便便就有上百万的零花钱，而你野蛮又粗俗，莫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哦，家世显赫，你卡里的几百万零花钱，也包括我昨天给你买的生活费吗？这啥呀？什么生活费？你难不成是？我没听错吧？云慈，你弄伤了梦瑶，我要带她去医务室。要是不知道反省，别怪我以后不理你。太好了，你最好别理我。行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别以后坚持不住，再求我原谅你。求之不得，段锦墨，从今天起，带着你这身假名牌，还有你虚伪的身世，给我滚！莫少，云慈他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居然敢这么跟你说话，简直跟变了个人似的。这个死胖子就是嫌我跟你走得近，吃醋了，想吸引我注意他而已。也是，全校谁不知道他爱你爱得死去活来的，也不想想你这样的身份，他根本就配不上你。就是可惜了，我接近他造就，好不容易才骗到他跟我告白，只有跟他交往，我才有机会拿到他名下的亿万遗产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走吧，我这被推下课，累死我了。上一世被段锦墨哄骗，我把集团业务都交给了他，却落得被吃绝户的下场。这辈子我要好好打理集团，绝不能让他再占半点便宜。不过话说，那时候来救我的人到底是谁呢？云慈，
我已经在你水里下药，等你药效发作后，拍下你的不雅照，照样拿捏你。怎么回事？头好晕。是他搞的鬼，不好，不能让他得逞。差不多。不是吧？重生第一课，减肥刻不容缓。这狗洞不愧是老天爷给我安排的下马威吧？玄慈，看见你，我看你有点不舒服，特意来帮帮你。夜色美，可情花朵，难擦去的那样。居然不在这，该死的！你以为跑得了吗你？没事吧？下次最好还是走正门。居然被人看到我钻狗洞，也太丢脸了。还好不认识，不过他的声音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过？三弟手段非凡啊，年纪轻轻接管了叶家，就做到市值翻倍。不过你这一个人总归啊，哼。我们都是兄弟嘛，不如把东部板块分给我们，替你分忧嘛。如果我说不呢？为什么不行啊？过去2年，大哥负责打理中部，资产缩水过半；二哥接手海外市场，直接倒闭。2个蠢货，没有资格跟我谈东西。你说我们是蠢货，不然叫什么？垃圾、废物。给我站住！我弄死你信不信？不好，光天化日欺负人，当我这是肉食反射吗？分分钟撞飞你们！我看准再敢欺负他！ 지구의 평화를 위해 오늘도 달려가 听说你是大少爷，零花钱一定很多吧？快把钱交出来，否则……住手！我看谁敢欺负他！ 차가운 세상에 무릎 꿇지 않아 I'm ready to go 불려 퍼지 哪来的死胖子？你给我等着你！刚刚这只是警告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这还差不多。我叫云慈，你没事吧？看样子他不记得我。药劲又上来了。你不舒服，扶他进去休息。是。那你自己小心点，别又被欺负了。欺负他？你看谁能欺负得了他？你看把我俩都快玩死了。走。大哥二哥，看来这些年我给的好脸色，倒让你们忘了自己几斤几两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们可是你哥！正因为是哥哥，才要帮你们，好好清醒一下。该死的段景墨敢下药，给我等着！这位小姐是贵客，无论她提出什么要求，都尽量满足。小姐，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。什么都可以吗？是。那我想要
云小姐是贵宾，你们还不快快给云小姐展示一下？姐姐，我叫米奇，我有8块腹肌。我叫迈克尔，我最年轻。我叫小依依，是你的甜心心。都起了，别挡着我看姐姐。起个你起了。上辈子钱喂了狗，这辈子钱要自己爽，腹肌甜心统统到姐碗里来。别光说话呀，你们的才艺呢？赶紧展示展示。还有才艺啊！是。你说那是无眠有白茫茫茫雪呀，山谷里有金黄旗子在大风里飘呀。我看见山云在西莫2条鱼上飞，2条鱼儿穿过海洋线的河水。上辈子钱都被段锦墨和周梦瑶花了，我都没好好享受过这种快乐。加油！加油！都给我出去！加油！加油！都给我出去！新来的吧？有没有规矩？想要插队外边等着，没看到子子跟我玩的正开心吗？你们别走呀！快走！就一下子没看住，连男模都点上了。弟弟呢？那些有8块腹肌的弟弟呢？弟弟没有，死心吧。你好像比那些弟弟还好看。霓虹的语言，帮帮我，我好难受。突然有些想你。你中药了？刚才要是我没进来，你打算让那个8块腹肌的怎么帮？别乱动！连你也拒绝我，果然你们都嫌我胖。我什么时候嫌弃你？你有，你就有。你们都拒绝我，你们男生都喜欢瘦瘦的。现在，你感觉心情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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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重生第1天就把自己交代在这儿了。现在醒了吗？老天哪！我昨晚到底干了什么啊？昨天晚上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会补偿你的。补偿？因此，你把我叶远成当成什么了？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头牌吗？快说。班长，按照计划，你今天应该去迪拜参加王子生日会了。推掉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。因此，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。站住！段锦墨，你来干什么？你昨晚干什么去了？我在你家门外等了你1整夜，你居然没回家！你一个女大学生，你夜不归宿像什么样子？
我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没偷没抢没犯法，去哪还要跟你报备啊？况且你在我家门口蹲了一整晚，该不会是想做什么坏事吧？不能让他知道我下药的事。你这副模样，我能对你做什么呀？还不就是你弄伤了梦瑶？云子，知道你吃醋我跟梦瑶走得太近，但你最近做的实在是有点太过了吧？识相的就跟我去道歉，否则以后不论你怎么求我，我都不会再理你，更别提帮你打理云氏集团。那你就别管好了。云慈，你疯了吗？还是烧糊涂了？云氏集团那么大的企业，要不是我辛辛苦苦帮你打理，就你的脑子，你觉得它能发展到现在这样？是吗？你这么辛苦的话，那好好休息休息。云氏以后啊，就不劳你操心了啊。他竟然要把我挤出云氏，难道他察觉到了什么？好，集团的事那就暂且先放一边，我可以不追究。但你打了梦瑶是事实。你看这是什么？梦瑶的父母去教委状告你故意伤人，教委会听后十分生气，给你下达了停学通知。如果你现在不好好跟我道歉，干什么啊？就是停学嘛，我当是什么事儿呢？还有其他的事儿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就不叫去了。云慈，云慈，云慈，你也就现在能笑得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等校长结束了1个月的国外学术研讨会回国之后，你就等着被退学吧。到时候，就算你抱着我的大腿求我，我也不会帮你。小姐，您真的被学校停学了吗？咱们到教委去聊一聊。昨天操场上都是段启墨和周梦瑶的好友，他们不会帮我说话的。况且，段启墨的成绩比我好，教委不信我也正常。那怎么办呀？没事，不急。校长不是还有1个月才回国吗？这1个月既然咱们不用去学校，那就闭关在家学。而且我不仅要考试，还要学公司管理。自从老爷子去世之后，小姐一直对周少言听计从，如今想清楚了，太好了。上一世，管家吴叔就经常劝我把公司放在自己的手里，还劝我关注健康，好好减肥。小姐，这是我给您找的古医书千金方，说是能调养身体，帮助您恢复健康身材。不必了吧，吴叔。我觉得云慈现在就很可爱，难道吴叔不觉得吗？要是他真的瘦了呀，我害怕会不喜欢呢。景墨，你真好。这个是我外公给我留下的黑卡副卡，每个月都有1000万额度，请你帮我管理公司。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是为了抓住段景墨虚情假意的爱，对他坚信不疑，临死才知道段景墨一直在骗我，那些话只是他 PUA 我的手段而已。这个世界上谁的爱都靠不住，人必须学会自己爱自己。吴叔，那本古医书还在吗？在呀。小心点儿，我来。小心点儿。这气味好苦啊！苦？再苦有比挚爱背叛更苦吗？喝！吴叔离审，就算是有效，也不能这么快就见效呀。对，继续，下一个项目。走。emotion。教授，我会努力的。右腿向下压。慢慢来。加油啊！加油！圈儿了，两圈了！加油！
我们划分为工作专班、部门划分。销售，我会努力的。Also, it is often found 集权和分权，还有正式化。我感觉我现在健步如飞。慢点儿。我要变成我眼里。这是最后一碗药膳了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小姐如今真是连我瞧了都移不开眼。是啊，小姐，1个月了，听说校长终于从国外返回，明天晚上要举行一个盛大的慈善拍卖会，江城的豪门世家都将出席呀。我也要去，凑凑热闹。可您被停学，您去了以后会被有心之人说三道四的呀。怕什么？又没做什么亏心事。没错，小姐清清白白的，而且他们之前总是笑话小姐胖。要是瞧见小姐现在的样子，不知道会露出什么表情呢？真漂亮。是啊。叶少，我们调查过了，云小姐的父母10年前车祸去世了，她跟祖父相依为命。不料3年前祖父又得了癌症，她为了捐骨髓吃激素药长胖。如今她在世上已经没了亲人。难怪10年前她突然转学，真不知道她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。还有别的信息吗？哦，云小姐在江城大学读大4，还有个喜欢的男生叫段景墨。他竟然有喜欢的人，有喜欢的人还敢招人。另外，江城大的校长明晚要举办一场慈善拍卖会，这是他给您发的邀请函，要像往常那样捐一笔，回绝掉吗？哦，我倒要看看段景墨是什么样的人。这场慈善拍卖会只邀请了江城最顶尖的名医，要不是沾了莫少的光，我哪有机会见得见世面？谢谢莫少。邀请函送到了云氏集团，云慈那个胖子向来不喜欢出席这种场合，这邀请函给我用正好。这手机该不会是国米的最新款吧？听说只在海外发行，国内要下个月才出售呢。莫少，这么早就用上了？少见多怪，莫少平时出门开的都是劳斯莱斯，用的更是全球限量黑卡，一个手机算是什么？这手机是1个月前云慈送我的生日礼物，既然这么灵，我就知道那胖子只是跟我闹别扭，怎么可能不在乎？唉，手机而已嘛，我还嫌不好用，打算换。走吧。那是谁啊？真好的车呀！叶少来了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叶少好。叶少，欢迎你。这人谁啊？这么年轻，校长他们却毕恭毕敬的。哎，我在新闻上看过他，他是京圈最神秘的叶氏财团太子爷，铁血手腕，上位半年叶氏资产直接翻倍。长得帅，家世好，还这么厉害。我觉得他就算再厉害，那也比不过我们莫少厉害。没错，还是咱们莫少最厉害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最近怎么不见那胖妞缠着莫少？以前可是莫少走哪儿他就跟哪儿的。别跟我提他，又蠢又胖臀。
粗的跟大象似的，脸更是挤在一起，连眼睛都挤没了。走起路来还一抖一抖，跟坨肥肉似的。没错，能配得上莫少的只有周笑华，那肥婆算个屁！你就是段景墨，你就是段景墨，是我，怎么了？他竟然喜欢这种男人。刚才听你在说云慈，这京圈太子爷怎么可能认识云慈？难道你也被那肥婆给缠上了？哈，那我可得劝叶少一句了，离那个肥婆越远越好。她又胖又肿，性格还粗鲁暴躁，要是不跟她保持距离的话，早晚倒霉。是吗？是啊，叶少。正好校长也在，想必也听说了。云子他1个月前在操场上当众殴打我，我胳膊上现在还有被玫瑰花刺出来的伤口呢。还有这事？校长，他们说的没错，教委已经让云慈停学在家，打算等慈善晚宴结束后再跟您说这事儿。没错，那死胖子老缠着莫少，跟莫少告白未拒，就恼羞成怒打人。要是不开除他，指不定他以后还做出什么事儿来。对，那肥婆简直拉低我们学校档次。我看到她那张脸，我都恶心的吃不下饭。再说了，她要是伤了莫少，学校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学生之间发生口角十分正常，况且我听说云慈沉默寡言，性格温和，照理来说不会主动伤人。校长最好还是调查清楚。今天的慈善拍卖，我们叶少会全力支持。是，叶少说的没错，我们一定会好好调查。来，请。好不容易才让云慈被停学，不能再让他回来。等他被退学，他以后能依靠的人就只有我。拿到云氏集团也是早晚的事，绝不能功亏一篑。这套珍珠首饰也太好看了吧！周校花喜欢，不如让莫少给你买了。没错，这点钱对莫少来说洒洒水了。你们一直叫他莫少，不知他是……莫少可是江城首富的亲孙子，身家100亿。哦，首富孙子，江城豪门4大家族，我怎么没听说哪家是姓段的？你没听说过的事多了。叶少，别以为就你有钱，我告诉你，我段景墨最不缺的也是钱。校长，只要你开除云慈，今天这套珍珠首饰我可以翻倍拍下，我出1000万。什么？1000万？不会是首富的孙子？太有钱了！段小草也太宠周校花了，好羡慕呀！开除云慈那个肥婆好像不吃亏。哦，是啊。停掉他的卡，余额不足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啊？什么情况？教委，你这机器出问题了吧？我这可是黑卡，怎么可能会余额不足？不是你的卡，你当然刷不了。
这谁啊？也太漂亮了！是新出道的明星吗？以前怎么没见过？她身上穿的可是 CL 牌最新款的定制礼服，珠宝更是欧洲皇室的拍卖品。咱们江城居然还有这么神秘的千金大小姐，你看，她怎么有点眼熟？住手！我叫云慈，你没事吧？不对，一个人再怎么样，也不可能1个月就大变样。李少，迪拜那边线上会议，请你过去。既然云慈不在，留下也没意思。走吧。美女，有没有机会认识一下？还有我叫许峰，不知道美女怎么称呼？小姐，今天这场顶级的拍卖会，我们只邀请了顶尖的豪门，不接待身份不明的人参加。顶尖豪门才能参加，那怎么让你们2个进来了呀？你有莫少在，我们肯定是堂堂正正进来的。倒是你，如果报不出自己的身份的话，就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小二说的对，在场的人都不认识你，这儿不欢迎你。请吧。那就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我是谁。这声音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过？是云慈？你是云慈？不是云慈，莫少，你没搞错吧？云慈那么胖，他怎么可能是云慈？就是，云慈身上的肉多的都能熬油了，咱又不是没见过，跟这美女根本不像啊！哈，我知道了。听说啊，最近有很多网红什么的喜欢冒充名媛，混迹各种晚会盛宴，包装自己，为的就是钓凯子。弄半天，原来就是个外围女啊！那你可冒充错人了。云慈虽然是我们的校友，但她又穷又寒酸，还是个200斤的大胖子，那走起路来身上的肥肉都跟着晃的。是吗？没错，虽然我的确不喜欢云慈那个胖子的蠢样，但我也绝不允许有人能冒充他，妄想欺骗大家。你这一身都是冒牌货吧？不过做的倒是挺真的，只可惜啊，这假的呢，它就是假的，跟云慈一样上不了台面。保安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你对假货这么了解，是因为你自己经常用的就是假货吧？比如你这个耳环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个可是莫少送我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是吗 ？CG 这个牌子的耳环标志处会镶嵌3颗钻石，而你这个耳环却镶嵌了4颗。好像是啊，她的耳环是4颗碎钻，而且颜色好暗淡，看起来根本不像珍珠宝，真的是假的，就是不对劲。莫少，是怎么回事？我应该是被人骗了。这么明显的假货，莫少居然会被人给骗了，损失巨大。周大校花，这事你可得赶快报警啊！你认得我们？你果然是云慈。校长，听闻您正在开慈善拍卖会，云慈特来支持。好，方才听到你的一些流言蜚语，现在见面瞧着，我倒觉得你不是那种人，应该有什么误会。校长明鉴。她竟然真是云慈，她真是那个大胖子，这么漂亮。可是她的身材怎么可能？她的身材怎么可能？没什么不可能的，我本就是为了给外公治病才变胖的，要不是被段启墨 PUA 拿捏，我早就减肥瘦下来了。你以前简直有现在2个这么大只，1个月的时间你怎么做到的？而且没想到你瘦下来这么好看，简直比周校华还要有气质啊！我知道了，云慈，上次被莫少拒绝之后，你果然还是贼心不死。怎么为了让莫少多看你2眼，竟然这么努力减肥啊？哼，云慈，我真没想到你居然会为了我做到这个地步。见过脸皮厚的，没见过你脸皮这么厚的。你可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。别嘴硬了，我知道你爱我，为我付出这么大的毅力，但你最近做的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。你要是不好好赔礼道歉的话，就算你瘦了，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你是什么东西？需要你的关注？段景木
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自恋？云子，莫少可是特意被邀请进来的，你不过是仗着认识莫少蹭进来的，你怎么跟莫少说话呢？我蹭他？莫少那可是有邀请函的，哪像你一个无名小卒，连被邀请的资格都没有。怪不得我邀请函没有找到，原来是被你给拿走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邀请函又没说几个人能用，算了，我宽宏大量。既然云慈来都来了，那就让他留下来参加吧。莫少，你这也太大方了。段景墨这么喜欢装阔少爷，我倒要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如果被你这些小跟班知道你伪造家世，离了我连饭都吃不起，真不知道他们会露出什么表情。和我进来的时候，听到你要花1000万买这项链，却连卡都刷不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应该是我早上出门急，拿错卡了。也难怪，莫少那是江城首富的亲孙子，这家里的卡多的数不胜数，拿错了也很正常。对，我平时那些卡都乱用，根本没放在心上。对不起啊，瑶瑶，改天我再给你补上。好，我看不用下次。拍卖会除了刷卡，还可以签支票，不是吗？是的，我们支持刷卡、转账、签支票等任何形式。云慈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能干什么呀？是莫少要给周大校花送礼，我看这项链确实很适合周大校花，你们还不快赶紧给她戴上试试？好嘞。莫少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这个款式有点老套。会吗？这首饰放着是看不出效果，不如戴上看看。好啊。云慈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放心吧，一件礼物而已。你竟然在大家面前夸下海口，我也不是不能帮你。我就知道，云慈那么喜欢，就算现在变漂亮了，只要我招手，她还是会来舔我。这还差不多。各位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闹了个误会，我这张无限额黑卡不小心落在了教室桌上，正好被云慈捡到，给我送过来了。这项链不就是1000万吗？我要。不愧是莫少，1000万眼睛都不眨一下。莫少，你对我也太好了吧！刷卡。段景墨，希望你等会儿还笑得出来。谢谢段同学支持慈善事业，金额1000万，输入密码。还有密码？这张卡设置的是每次都要输入密码。段同学，请办。这大少爷怎么愣了？这不是他的卡吗？他难道不知道密码？我当然知道。子，赶紧告诉我密码。咦，莫少的卡，却来问我要密码，好奇怪啊！你不是说好要帮我吗？赶紧的把密码告诉我呀！没错，我是说了我要帮你。你还不赶紧帮我把钱付了？别急啊，我说我要帮你，但是这是借卡给你，谁说要帮你付钱了？玄慈，你故意的！我故意什么了？是你段景墨口出狂言，要买1000万的项链给周梦瑶，也是你对外谎称你是首富孙子。怎么，这些都是我逼你说的？玄慈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段景墨，你好像还没搞清楚你的立场。
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，除非跪下求我。什么？莫少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好像在求云子？不会吧？莫少，云子，再怎么说，你小的时候不是落水，是我救了你的命啊！你要把我逼成这样吗？你是救过我的命，没错。可这1000万也不是小数字。怎么，不愿意？那你在这慢慢想，我可走。别！求你！莫少，你莫少不是首富孙子吗？居然要跪云慈！我没看错吧？行了，这钱我替你付。哈哈，云子小姐，请。刷卡成功1000万。这不是莫少的黑卡吗？云慈居然知道密码，难道说这1000万我替段景墨付了，不过这钱只能算借的。段景墨，你救我的命，我为你花1000万，也算是2清了，对吧？对。那你可要好好努力，不枉我养你这么多年，还资助你上学读书。段景墨当面被揭开虚伪的假面，是不是很屈辱？今天的一切都只是个开始。救你甄嬛情谊，以后我也不会在手下留情，我一定要把少年时所遭受的折磨双倍还给你。资助？原来莫少不是首富孙子，是个一直被云慈资助的贫困生啊！什么？原来他一直是装的。莫少。故意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是靠你资助的穷鬼，没有受过今天这样的屈辱。就因为我不跟你在一起，就让所有人都在看我的笑话。分了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还敢追？是他。跟踪你的人已经走了，这位小姐，可以松开我。他竟然没认出我。这模子哥虽然没认出我，倒是挺正义感爆棚的。也是，我收了这么多，一般人根本没法把我和之前对上号。这位哥哥，刚才那个人可能又会回来找我，能不能麻烦你送我回去啊？这双眼睛怎么跟他那么像？走吧。谢谢哥哥。我姓叶，别叫得这么腻歪。叶先生，这大七是你的车啊？看不出来这模子哥的收入还真不少。也是，长得这么帅，应该挺受欢迎的。上车别乱翻。这么冷淡，上次明明就很热情，难道营业时间和下班时间是2个人格？小笨蛋，你怎么能跑到马路上面呢？你没事吧？我叫云慈，你没事吧？他怎么会？看你一只小猫也挺可怜的，
姐姐带你回家吧。叶先生，麻烦你送我去海洋路远海公馆，谢谢。叶子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云小姐，叶先生，我家就在那边，你送我到这就行了。送你回来，不请我进去喝杯水吗？这模子哥刚才还拒人千里之外，怎么突然就热情起来？哎，小姐回来了，这位是？吴叔，我刚才路上出现了一点状况，多亏了这位好心的叶先生带我回家，你给他倒杯水吧。啊，这是我刚刚捡的小猫咪，你帮我照顾好。好。哎，小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你把其他男人带回家。哎呀，吴叔，你放心吧，他喝点水就走。刚才跟踪云小姐的那些人，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云小姐有什么打算？段景墨当然不会善罢甘休，不过我自然有别的打算。多谢叶先生提醒，我会注意的。云老生前低调沉稳，对家族子嗣保护紧密，所以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云家才是江城首富，更不知云家所有遗产的继承人是一名女子。怪不得你一开始冷冰冰的，到了我家大门就开始态度大变，原来是奔着我云家来的。不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即便有点好看，可我也不是随便的人，有帮富婆去别的地方去。放富，这丫头是真把我当头牌了。还想狡辩？你不就是从看到我住在云家公馆，才非要跟着进来吗？我告诉你，赶紧走！你这招数对别的女人管用，对我可不管用。没有别的女人。什么呀？那是我第一次。你居然认出我了？不对啊，我瘦了100多斤，你居然还能认出我？人的外貌都是会变的，内在才是永恒。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认得出。从以前到现在，只有你把我忘了而已。油腔滑调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叶彦辰，看着好像挺高的。188。平时锻炼吗？阿阔，上次要是没看清的话，我可以再脱给你。不用不用。我记得你上次很喜欢，一直摸着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身高挺高的，体格也不错，以后别再干男模了。那你觉得我做什么比较合适？我养你。想哪儿去了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正好缺一个保镖。只是保镖？只是保镖。你现在每个月收入多少？5000。好，我给你每个月5万。好啊，大小姐真大方。哼，不过你可不许对我动手动脚，本小姐喜欢乖的，否则把你碰出了。好。我的大小姐。她的姿态明明很顺从，为什么总给我一种君王般的霸道和强势？感觉自己好像招惹了不能招惹的人物。放开大小姐！吴叔，
你们家的人都喜欢这么说话吗？松开我！这玷污大小姐，我跟你拼了！吴叔，你误会了。对，明明是大小姐玷污的我。还行，开个玩笑而已。大小姐她最近总被一些不明人物跟踪，我是大小姐信过的保镖。哦，对，叫她小叶就行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家大小姐从小性格孤僻，也没有其他朋友，除了那个段景墨之外，还是见她第一次带别的男人回来，所以我怕她受骗，才……段景墨经常来，前经常过来，一过来就问小姐要钱，偏偏大小姐对她还有求必应。我要休息。叶彦辰，你现在回去休息，明天早上醒来，我要看到你在这儿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好，好一个骄傲的孔雀大小姐。给我准备几身衣服，再派2个保镖到云海公馆。叶少，大少爷和二少爷在门外熬了半宿，等着给您赔罪呢。您怎么跑云海公馆去了？打工。打工？不是，这谁能雇得起您啊？雇得起？他1个月给我开5万。丢下每月5000万美元营收的集团，跑去打5万的工，到底是谁让叶少走了？云慈，10年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不管你多喜欢那个段景墨，我都不会让步。大小姐，学校到了。送到这儿就行了，傍晚再来接我。这丫头，我就这么见不得人？哎，云子，昨天慈山宴的事我们可都听说了。那段景墨想送校花礼物，结果呢，连黑卡都刷爆了，都刷不出钱来。最后居然是你借钱给段景墨，他才能把钱给付清。原来你家条件这么好，亏我们一直都被他给骗了，还以为他真的是阔少呢，想不到是个连吃饭都需要你资助的穷鬼啊！哎，其实他一直漏洞百出，只是你们全都相信了。是啊，但是我们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大胆呢。而且你资助他上学，对他这么好，他为什么还一直不肯跟你在一起啊？你们忘了，1个月前我还是200斤的大胖子呢。也是啊，哎，不过我之前就感觉你底子挺好的，想不到现在瘦下来这么漂亮。周夏华站在你面前都黯然失色啊！大小姐，性别别卡得那么死嘛，不然你撵我呗，我肯定比段景墨知恩图报。好呀，就算你们绞尽脑汁巴结，云慈也绝对不会给你们任何好处。就算你们绞尽脑汁巴结，云慈也绝对不会给你们任何好处的。唉，你们莫少呀，仗着人首富家低调，假冒人孙子，如今成了真孙子。没想到你们还不离不弃呀！你少啰嗦，身份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景墨自己说的，而是大家看他吃穿用度不错，大家猜的而已。景墨只是懒得纠正。懒得纠正？就算他条件普通又如何？我看上的从来都不是他的钱，你可别忘了，他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，在学校可是出了名的学霸，以后大有可为。当然不像你，有几个臭钱就瞎想。哎呦，有意思啊，段景墨，想不到这短短1个晚上，你就把周梦瑶他们给洗脑成功了。玄慈，这几年你一直在给我当舔狗，谁嘲笑我都轮不到你嘲笑我。怎么，就因为我没有接受你的告白，你就如此处心积虑的报复我，让我出丑？我告诉你，这样做只会让我远离你，更不可能让我喜欢你。段景墨，自恋也是一种病。你说你浑身上下有什么值得我喜欢的？
我是图你爱吹牛，还是图你浑身9块9包邮呀？够了，云子，在你眼里难道只有钱是吗？是，我是拿了你的钱，但那些都是你心甘情愿给我的。况且我帮你打理公司这么多年，要不是我的话，你早就把家产败光了。那些都是我应得的报酬。帮我？你笑什么？段景墨，我发现你还真是爱篡改历史。分明是你说你自己家里穷，求助我带你见见世面，如今却说是你帮我，而且你管理公司期间好几个项目亏损，我没找你计较，你还有脸找我邀功啊？你少废话，再怎么样我做的也比你好。没错，云慈，你考试都经常不合格，就你这个猪脑子，要是没有景墨的话，你们公司啊肯定早就破产了。我考的差是因为我故意的。我是听到什么可笑的笑话了吗？见过嘴硬的，没见过嘴这么硬的。云慈，你可真不要脸。说起这个，云慈，你别以为现在回到学校就可以万事大吉。你学习成绩那么差，考试还经常挂科，现在更是休学了1个月，估计论文都没写完吧。不像景墨，他的论文已经得到了表彰，并在报刊发表。这选题，这个选题是你绞尽脑汁10辈子也想不出来的。云慈，我告诉你，我根本就不稀罕你家的那点臭钱。要不是你天天追着给我，我根本懒得要。凭本少的本事，以后我轻轻松松就能赚够数10倍。是吗？而你，论文截止时间只剩1周了，你要是写不出来的话，甚至都毕不了业。那要是我写出来了呢？这么自信？行了，如果你真的写出来了，并且跟我获得一样的成绩，我段景墨就脱光了衣服在操场上裸奔。我段景墨就脱光了衣服在操场上裸奔。行啊，段景墨，我就等着看看你在全校师生面前表演了。他竟然答应了！云慈疯了吧？就他那成绩，敢和莫少这种学霸打擂台？云慈，景墨输了，你让他裸奔，那如果你输了，是不是也要付出点代价？你是女生，裸奔总不太好。这样吧，如果你输了，你就在操场当众给景墨下跪道歉，你敢不敢？怕了？要是不敢的话，你现在给我下跪道歉也 OK。我只是在想，段景墨，一言为定，你可别不认账。嘴还真够硬的，玄子，你会后悔的。就算你把论文写出来了，你也绝对不会达到我的高度。昨天你让我受的屈辱，我一定统统还给你。哎，听说没？那云慈竟然要挑战段学霸！呀，这下有好戏看了！啊，你好帅啊！帅哥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是新出道的明星吗？你可以给我一个签名吗？可以加个微信吗？我仰慕你很久了。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我也想要你微信。哎，帅哥，你去哪儿啊？大小姐。我来接你了。天哪，云慈不愧是千金小姐，就连随从都这么帅。好苏，云慈也太幸福了吧！让我也当一天大小姐吧。行了，别散发魅力了，否则校园都要被你堵住了。
大小姐早上嫌我穿的不是很体面，特意打扮了一下，不喜欢？很帅，不过你现在都已经从良了，别在这儿勾栏做派，快走吧。我多出现在你身边，这样别人说起你的时候，才不会总把你和那个段景墨联系在一起。难怪云慈这2天态度这么奇怪，原来是瘦了之后勾搭上别人了。云慈，为了气我，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我现在还有要事要处理，你让吴叔给你找个房间住吧。他好像有心事。查查今天学校发生了什么事？其实我从小成绩还行，认识段景墨后，为了能和他亲近点，我选择了和他一样的专业，又因为心疼他贫困生身份，为了让他多拿奖学金，我悄悄把自己一些不错的研究和课题暗中透露给他。时间久了，段景墨塑造了学霸人设，把一切都认为是他自己的功劳。但这个选题是我精心准备自己留着的，没想到却被他抢先当毕业论文，甚至公开发表。我把他当做唯一的亲人，却换来上辈子那种下场。这世界上别人靠不住，还是得靠自己才行。不过这2年学习倦怠，想新的选题还得赢了段景墨，你太难了。小心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大小姐也没吃晚饭，我切了果盘。哎呀，我不饿。你忘了，我之前是个200斤的大胖子，现在好不容易减下来了，少吃一顿呢，就当做是减肥了。瘦了这么多，吃了不少苦吧？别人听到我瘦了变漂亮了，都是夸我变化大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心疼我。比起身材，对我来说，还是大小姐的健康更重要。这是大小姐为段景墨新策划的选题吗？你消息还挺灵通的，不过这些都不好，最好那个现在是他的。你对段景墨还真是十分的与众不同。你想什么呢？那些选题本来是给我自己准备的，却没想到被段景墨抢走了，而且他根本就没有跟我说过。哦，那就好。这小子怎么回事？怎么感觉他又争又抢的？这里的数值好像不太对啊。不会吧？你看啊，按照公式来算，这里应该进行2次计算。你小子可以啊，这种化学难题都能解出来，你有这本事，怎么会去当模子哥？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？要是暴露身份，他不会生气吧？是不是家里不支持你读书，你被逼无奈只能辍学？我懂，我懂。既然跟了我，我罩着你，想不想继续读书啊？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。行吧，也是可怜，这么聪明却误入歧途。不过我运气挺不错的，第一次就得到大小姐垂怜。你又来！给我放开！抱歉，小姐，我没有拦住。没事，吴叔，你先出去吧。段景墨，你知不知道，擅闯民宅是会被抓的？我不能进来，他凭什么可以？
等等，他不是叶？他是我的保镖，当然可以在我家了。保镖？看样子上次宴会上大家都认错了。也对，金圈太子爷叶少怎么可能看得上云慈这种女人？就她这模样还保镖，我看她根本就是个小白脸儿。喂，小白脸儿，你知不知道云慈喜欢了我3年？为了追我，她可是天天给我当女友。对你好，只是为了拿你气我，好吸引我注意她而已。而且你应该不知道吧，她原来是一个200多斤的大胖子，那走起路来浑身的肉都跟着一起颤抖。够了，说完了没有？急什么？怕你的新欢知道你的真面目？我还说少呢，他瘦得这么快，浑身的皮肯定都是松的，想想都觉得恶心。你敢打我？只有卑鄙又无能的小人才会拿人家的缺点当谈资。我说错了，要不是云慈，你到现在还一无是处，连书都读不起，更别说有如今的生活。一条狗养3年都学会感恩了，你却学不会，真是连狗都不如。吴叔，送客。听见没？赶紧滚，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算你们狠，玄慈，你也就现在得意了。但你放心，你的论文是永远都不可能赢得了我。我等着你给我下跪。吴叔，门口再竖块牌子，就写“狗和段锦墨不得入”。哎，好嘞。小白脸，你也给我等着！个死老头子也给我等着！想不到你还挺会骂人的。那我骂的好不好？不错，下次继续。你受伤了，等一创我这有创可贴。云慈，我真的是你拿来气他的工具。别喜欢他，喜欢我好不好？你说什么呢？论文截稿还有1周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本来只是想赢了这赌注而已，没想到段锦墨他这么猖狂，那我就只能让大家看看他学霸名号下的真面目。江琪、宋宇、王凯、许峰，以上是本次论文合格名单。云慈，你的论文居然都不合格，真是笑死人了！就你这个水平，还想挑战景墨这样的学霸？我都合格了，云慈，丢不丢人？看样子，待会儿可有好戏看了啊！别急，教授还没念完呢。云慈，你做梦吧！教授明明都已经念完了，你就别嘴硬啊！谁说我念完了？我刚才念的是合格名单，这里还有一份优秀名单。云慈同学，恭喜你获得本次优秀论文的最高奖项 A 级。这什么 ？A 级？不是吧？这么高啊！这么厉害这怎么可能？教授，您弄错了吧？是啊，教授，这云慈他又懒又笨的，他考试都经常不合格，他怎……我知道了，他代笔，我要举报。这论文是我自己写的，我没有代笔。谁信啊？睁眼说瞎话，你害不害臊？莫少这样的学霸，评选爱大家也不会说什么。你云慈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肯定是你花钱雇人了。云慈啊，云慈，你还要嘴硬到什么时候？你不仅学术造假，甚至连代笔都找得这么敷衍。咱们是化学系，你提交一份人工智能的论文，几个意思？啊，连专业都能搞错。什么嘛，云慈，我看你是减肥，把脑子减没了吧？
他知道什么是人工智能吗？教授，我们强烈的要求撤销云慈论文评选，并且将他代笔这种无耻的行为做出强烈的处罚，否则我们是不会服气的。你口口声声说我代笔，证据呢？你学习成绩那么差，肯定是代笔，学术造假。也就是说，你们没有证据，就对我进行人身攻击？我们没有证据又怎么样？证据都已经摆在眼前了。难道你有证据证明这个论文就是你写的？我能为云慈同学证明。教授，你没弄错吧？云慈同学的这篇论文一共用了3天时间，在我的研究所里当着我的面所写，我可以为他作证。这真是云慈写的呀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他是化学系的，他怎么可能去研究人工智能呢？1周前，云慈同学突然找到我，提出要转专业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，自然不能同意。但是云慈同学非常的坚持，说要当着我的面来做研究，所以我就同意了。没想到云慈同学给我了这么样一个惊喜。但是他怎么可能懂这些啊？因为这才是我擅长的专业。啥？其实我从小到大一直学的就是人工智能专业，只不过遇到你之后，为了能跟你亲近一些，我才选择跟你一样的并不擅长的化学系，却被你们认为我没脑子。现在不过是回到我擅长的领域罢了。这些都是你的一面之词，我才不信呢！教授，这里面肯定有蹊跷的，他肯定是事先找别人写好，他背下来之后故意当着你的面写的，肯定是这样。够了，段景墨，原本跟你打赌，只是想让你死了这条心而已，却没想到你倒打一耙。倒打一耙？云慈同学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段景墨获奖的论文报刊，相信不少同学都看过。但在第2列第3行，其中有个小数点有极其微小的误差，只有将其中一个小数点往前挪一挪，后面的公式演练才能变得合理化。什么？云慈，你又要搞什么鬼啊？云慈同学他说的没错，论文的公式是错的。原来还有这错的，怎么可能得出正确的结果呢？因为这个小数点是我手误才写错的。什么？这个论文居然是云慈写的？可这不是段学霸的论文吗？难道段学霸抄袭啊？是他写的呀？抄袭啊！是云慈写的，可是连公式都看不出来，他才是单手啊！啊！段景墨，抄袭非同小可，这是真的吗？这当然不是真的呀，教授，我怎么可能抄袭他呀？那你对此作何解释？是啊，就得解释一下。这纯粹就是个巧合，没错，巧合。这明明就是我写错了小数点，被云慈看到了，他就污蔑我。你们也不想想，我那么厉害，以我的能力，我抄袭谁也不可能抄袭他啊！可我之前就看你有点奇怪，你论文的核心思路不太像是你的风格。王凯，你给我闭嘴！以我的能力，老子想用什么风格就有什么风格。段景墨被人质疑，被拉下学霸神坛的感觉不好受吧？上一世你联合他们对付我，如今我只是让你众叛亲离而已。这一切远不如我当初所遭受的1/10。你急什么？好戏还在后头。真是睁眼说瞎话呀！果然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行。这事儿就当做是我没有保管好自己的论题，也就算了。但是段景墨，你我之间的打赌，还需要我提醒你吗？
什么打赌？好像是段学霸说，云慈要是能写出 A 级论文，他就去操场裸奔。裸奔？天啊，这也太丢人了吧！看段学霸的表情，他不会不想认账吧？秦墨，不就是打赌输了，奔就奔。段学霸既然敢打赌，就得敢认输啊！他都这样了，你还叫他学霸呢？别拍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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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既是裸奔，怎么不跑呢？就是跑啊！以前装富二代，转着个258万似的，没想到还有今天。搞不好成绩全都是假的，真跌份儿。越是心高气傲的人，越是忍受不了一点委屈。段景墨，如今你沦为全校笑柄，这一切都是你自找。他妈别看了，滚！滚！云慈，你怎么可以这么侮辱我的自尊？这次你真的是太过分了。段景墨，你没搞错吧？当初是你跟我主动打赌的，说要是我的论文成绩比你厉害，我就裸奔，愿赌服输。怎么成了我侮辱你了？说白了，你就是嫉妒我跟孟瑶走得太近，想引起我的注意。谁要引起你注意了？够了，云慈，我告诉你，我永远都不可能喜欢你，甚至会恶心你。而且我之前救过你的命，你却这样对我，这咋回事啊？真是忘恩负义！忘恩负义！秦墨，你还救过云慈的命？没错，之前他掉到水里，要不是我救了他的命，他早就淹死了。如今却恩将仇报，我真没想到怎么会救了你这么个白眼狼。原来莫少还是云慈的救命恩人，那云慈简直就是忘恩负义呀！我忘恩负义？难道不是吗？虽然你确实资助了我，我是拿了你的钱，但我救的可是你的命，救命之恩不论怎么还都是应该的。来人呐，大家都过来看看，云慈这种千金大小姐就是这么恩将仇报的。是吗？我不觉得。你怎么来了呀？我来接你放学，只是没想到被这种不长眼的人给缠上了。你这个小白脸，把嘴给我闭上！我是云慈的救命恩人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云慈，是不是你让他们来的？你不承认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就算了，居然还找来一帮人想对我动粗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来人呐，都来看看！你把人都叫过来也好，省得我再费心思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是云慈小姐近3年来对段景墨的助学记录，每月汇款2万。近3年共汇款72万，又拿资助说事。云慈，本来就是你自愿资助我的，我有逼你。况且这些钱对你来说不就是一笔小数目？你犯得着一直抓着不放吗？别急，还没完呢。3年间，段景墨还以生病、意外等各种理由为借口，从云小姐手中骗取钱财，私自盗取云家财产，变卖牟利。寄钱给老家父母修建新房，吃喝玩乐，共计1300。什么？他一个贫困生居然骗了这么多钱？这么多钱还不罢休，他才是狮子大开口啊！养他就算了，还连他爹娘一起养，
再放纵下去，是不是祖宗18代都缠上云慈了？这只是你们的一面之词，你们有什么证据吗？这里的每一笔汇款记录都是证据，甚至还包括了你们的断校草和不比旅行的开房记录。什么？还有心思，这个什么意思？这是真的吗？这不是真的，瑶瑶，这不是真的。段锦墨，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你太让我失望，你真让我恶心。瑶瑶，我是没想到你还会来帮我呀。我是大小姐的人，排忧解难不是应该的吗？那你来的还真及时。对了，我的论文评级得到优秀，厉害吧？很厉害。你怎么一点也不惊讶？因为我一直觉得，只要你想做的事情，就一定能做。论文有争议就罢了，如今又牵扯出你诈骗千万的大事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校长，这里面有误会，我可以解够了释的。段承墨同学，你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我校的声誉，经校委会研究决定，取消你全年奖学金，通报批评，好自为之吧。啊，校长，这真的是误会啊！校长，这一定是云慈给我弄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校长，出去！校长别开除啊！校长，校长。你看这人真是好笑，丢人！看什么呢？没看过啊？看的这……瑶瑶，那些都是云慈为了抹黑我胡说八道，你千万别信啊！我发誓我的心里只有你。怎么还不回消息啊？瑶瑶，我真是被云慈陷害的。你这也刷不出钱啊？怎么可能？明明有钱的呀！没钱你来买什么东西啊？听说还是学校的富二代呢，想不到是个连东西都买不起的骗子。你们胡说什么？没钱就往边边站，不要影响秩序，行吗？弯瑶瑶，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。什么瑶瑶不瑶瑶的？臭小子，你傻了是吧？是你老娘我给你打的电话。妈，你还知道我是你妈？你竟然连我的卡都敢停！你知不知道我刚打牌打得正尽兴呢？结果卡刷不了了！你要气死我呀！赶紧把卡给我恢复了！不是我妈，是云慈把咱们的卡给停了。我现在也连饭都吃不上了。我不管，你赶紧给我把卡恢复过来，否则我去你们学校闹！云慈，害我被停了奖学金，还断了我所有的卡，竟然这样逼我！这次你是真的得罪我了。别忘了，你的公司还靠着我帮你管着。云慈，你再怎么逼我，公司要是没有我帮助，你还是只能乖乖的求。闲杂人等禁止入内。你敢瞒我？知道是谁吗？知道，段先生，你已经被开除了。大小姐亲自下的命令。啊！云慈怎么敢呢？你挪这个，你搬这个，来，去动起来。是。哇，要不要这么夸张？你重新回来主持大局，也算是全新的开始。当然要好好布置一下了。你的眼光我还挺喜欢的。办公桌和家具都是精心挑选的，沙发也是特意定制的款式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牌子的玩偶？大小姐这是迫不及待要试用新沙发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哎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试做一下软硬程度。你想的该不会是……
云慈，这家伙估计对谁都这个德行，你心跳个什么劲儿？我开个玩笑而已。既然你喜欢这布置，那我也不算白费功夫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在学校里彻底揭露了段锦墨的嘴脸，然后又把他给开除了。你和他之间也算是彻底撕破了脸，他应该会很生气吧？我管他生不生气呢？你不在乎他吗？可是我听他们说你以前是以前，那时候我外公刚去世，我身边没有任何支撑，他的出现就像是溺水的人终于抓住了一根稻草。为了能够留住他，我才会拼命讨好，结果却被他利用。不过我现在想明白了，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哼。偷偷告诉你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触过公司的事务了，还有点小紧张呢。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再说，你外公能把公司交到你手中，说明他也很信任你。你有什么拿不准的，也可以跟我商量。本小姐包可以。明明只是个模子，可为什么他说他能帮我，我竟然一点也不怀疑，甚至觉得他确实会有这个能力。叶长，旭日项目已经初具规模，这次必须要您回来主持了。大小姐，我下午有点事，我先去处理一下，晚上联系你。行。总被他当成模子，也不是个办法，得找个机会解开误会才行。因此，既然你放下了段锦墨，那我也能帮你得到喜欢。你不放开！云慈，原来你躲在这儿啊！抱歉，大小姐拦不住他。段锦墨，你已经被我开除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已经没资格进入云海集团。我没资格。这些年我帮你管理公司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凭什么开除？凭什么？你非要我说清楚？你管理公司项目半年了，手上项目亏损过半，我没找你索赔调查就不错了。我对你已经够好了，你还有脸来质问我？那些项目我已经尽力了，就算没有我，他照样也得亏损。云慈，你如果把我踢开了，可就再也没有人来帮你了。真的以为就你一个人能撑得起公司？这就不用你管。来人，丢出去！云慈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！云慈，云慈，我知道错了，之前是我态度傲慢，都是我不对。可我舍不得离开你啊！你身边只有我了，要是我走了，你不就又一个人了？你是在心疼我，还是在心疼以后我不给你钱花？云慈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我当然是心疼你啊！云慈，就算这些话你不爱听，可你当年不慎落水，要不是我奋不顾身，你连命都没了。外公救命！外公救没事吧？谢谢你救了我。不客气，你以后小心点儿。我家人正在找我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还没有问你叫什么呢。再见。就是3年前，你外公离世，都是我陪着你，你才能熬过来。这些难道你全都忘了吗？这3年里我帮了你这么多，你我之间难道真的一点余地都没有了吗？
我没忘。可你对我好，难道不是因为我是云海大小姐，并且继承亿万家产？这3年来，你从我这里拿的钱已经够普通人家赚一辈子。既然你还不知足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拉出去！走！我不走！我不走！我不走！云子，你这么做是要逼死我呀！云子，这点折磨就受不了了。可我上辈子被你吃绝户害死，临死还要被你们取笑侮辱，我所做的不及你们当初对我的1/1000。住手！大小姐，这位是咱们集团的周董，这3年公司主要掌握在他手中。瑶瑶，我就知道你是相信我的。爸，他就是我跟你说的段景墨，学习很好，叔叔，偏偏被云慈这种人针对，你可得帮帮他。周梦瑶，原来你是周董的女儿呀，怪不得段景墨要巴结你，原来是找到一个靠山呀。云慈，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，你做的那点破事，景墨已经跟我解释清楚了。明明是你之前大肥婆没人疼，用钱强迫景墨留在你身边，如今却倒打一耙，真够恶心。我逼迫他？周校花呀，周校花，你还真是个笑话，这么喜欢舔男人臭脚，怎么这辈子没见过男人？你什么你，我什么我？段景墨这种垃圾，也就只有你能看得上。一个废物，一个不长眼，天生一对，最好锁死。云慈，叔叔怎么说也是看着你长大的。你小时候啊，和你外公来公司玩，叔叔还抱过你呢。瑶瑶是我的女儿，就当给叔叔个面子，还是客气点。周叔叔，这句话应该我对你说才对。当年要不是我外公好心给了你一些股份，又着重培养你公司项目，现如今你帮着你女儿来欺负我，这我外公要是知道，不得半夜掀了棺材来找你算账。行了，云慈，我怎么说也是公司的股东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段景墨我今天保定了。多谢周董。你要保他？云慈啊，我作为公司的股东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打理公司，这点权利我还是有的。多谢周总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对瑶瑶，一定尽心竭力为周总效力。我刚开除的人，周总就要保下来，看样子是要跟我作对。但如果我不答应，凭什么不答应？就凭这个公司姓云，周总刚刚要跟我说股份的事情，那我就跟你好好算一算。我云家控股70%，我有绝对的话语权。今天别说段景墨，就算是您的女儿周梦瑶，只要我不点头，谁也别想留在云海集团。云慈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周叔叔，这是跟你学的，别急。来人，把这2个跟公司无关的人带出去。云慈，你别太过分了，真以为回到公司就可以掌控一切？我们服的是老爷子，而不是你这个黄毛丫头。真拿鸡毛当令箭，一回来就闹事。少废话，带走。算你狠！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只能告病休假。我倒要看看云海集团没有我们这帮管理层，一个小丫头片子撑不撑得住？哼！不好，公司正在洽谈叶氏集团大项目，要是没有周董他们，肯定会出大事的。黄毛丫头，我等着你来求你！什么？云海集团那帮老 boss 居然敢故意为难他，可以死！云海集团正在沟通跟咱们的旭日项目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那帮老东西肯定不敢再针对云慈小姐。叶少，
他是云海集团的继承人，就算我这次帮了他，下次那群人还是会变着法的难为的。他早晚得学会去真正管理一个集团。你回来了。我听吴叔说，今天公司出了不少问题。吴叔什么时候消息这么灵通了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只是没想到这周梦瑶居然是公司集团股东的女儿，为了给她女儿出气，联合其他股东一起罢工打压我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你还小瞧我？这公司管理的事情，外公早就教过我。这比起罚呢，不如收为己用。如今他们手上有个重要项目，只要我拿下来，其他管理层自然会认同我，为了利益站在我这边。不愧是大小姐啊！看样子不用我太担心。不过现在有件棘手的事情，京城首富叶氏集团，你知道吗？这叶氏集团富可敌国，家族内争权夺利，你死我活。偏偏半年前，竟被一个留学归来年纪最小的太子爷接管。听说这太子爷手段雷厉风行，六亲不认，生杀予夺。我的风评有那么吓人吗？少自恋了。然后呢？现在由叶三少主导的旭日项目是全国各大世家争抢的香饽饽，只要我拿到这个项目，不管周董祥是什么幺蛾子，这集团的元老都会为了利益站在我这边。确实啊，大小姐真聪明啊。那当然，不过现在有个问题来了，我得想办法见见这叶三少，才能够投其所好和他谈判。不过现在人还不知道在哪儿，却没想到网上把他说的这么可怕，跟个会吃人的恶鬼一样。我觉得网上这些信息都是以讹传讹，不能全信。我看着网上的传言不是空穴来风，肯定是他得罪了很多人。不过也对，年纪轻轻就能将叶氏集团收服，肯定凶神恶煞，不好惹。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呢。哎呀，我跟你说这些干嘛？你还是让我一个人好好查资料吧。要是你真想见的，猜我一定是喜欢你了，没有任何原因，或许我能帮你。也没办法你说明。听说叶三少早年在江城买了一块地，这事你知道吧？当然知道，叶云小筑，江城最贵的楼盘。你知道？那你知不知道这个聂云小筑有什么含义？含义？听说这块地皮是叶三少10年前就买下的，当年价格便宜，如今价格飞涨。不得不说，这叶三少确实很有商业头脑。你说这些干嘛？他果然一点都不记得我了。算了，既然他不喜欢段景墨，那么一切都不算完。我听说叶三少每次来江城都会住在聂云小筑，你要是想见他，不如去聂云小筑碰碰运气。真的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的消息向来灵敏。也对，你们这行的消息确实灵通。不管你的消息准不准，只要能够见到叶三少，就算下油锅我也得去试试。我倒要瞧瞧，这叶家三少是不是像传闻中那样闻风丧胆？看样子再不跟你表明身份，叶三少这个名号在你这是好不了喽。明天好好准备一下，
我要给她一个惊喜。什么？云小姐已经到了。张伯伯，今天就辛苦你跟我一起来了，毕竟只有你见过那位叶家太子爷。大小姐放心，我一定尽心尽力帮你拿下项目。不过，能不能等我一下？我去下卫生间。报告叶少，云小姐出现了。场地还在布置，你想办法拖10分钟。这位小姐，请问您有预约吗？没预约不能来吗？当然可以。我说呀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念云小筑，你应该是第一次来吧？不如我给您做个介绍。不感兴趣。这样，您跟我一起去参观一下。等会儿您有什么想见的人啊，或是想做什么事情，我都可以尽力满足。但如果我要见你们叶家三少呢？当然，也可以为你安排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这边请。这回可以听我讲了吧？其实我们念云小筑呢，其实是三少为了一个女孩所设计的。不用介绍了，我买一栋楼而已。如果能见到他，买一栋楼又何妨？快带我去签字。你好，你们念云小筑的楼，给我来一套，我要买了。我看看价格，我们目前就剩1套房，售价是5000、3000，1000。你们念云小筑不是号称江城最贵的楼盘吗？这价格也没那么吓人。是，哪能真收了你的钱呀？三少知道了不得杀了我！不好意思，这套房子我要。不好意思，这套房子我要了。你们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这句话应该是我说才对吧？行了，今天不跟你们闹了，我还有正事。那我先走了。死心吧，云慈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最后1套房我要。没错，刚才这位周小姐和她男朋友已经把房给定了，比你早10秒钟，所以这套房应该是他们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云慈，我们先来的。周小姐、段先生，你们真幸运。其实我们念云小筑早就卖空了，就剩下这最后1套房一直没开放，今早刚对外销售，你们就来了。蠢货！最后1套房一直是三少留给云小姐的，今天云小姐来了，可不得开放。不行，这套房是给云小姐的。你是谁啊？新来的吧？我在这都工作1年了，以前怎么没见过？你竟敢跟我抢单子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安排一下，签字吧。好嘞，您这边请。上去。有眼无珠的东西，那就别怪我了。这套房对我很重要，让给我。云慈，你在做什么美梦呢？我凭什么就要把这个房子让给你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打算把这个房子留着做婚房，你也配？婚房？没错，托你的福，我跟瑶瑶的关系才能越来越好。而你云慈，连瑶瑶的一根头发丝儿都比不上。不管你怎么折腾，我都不会再多看你一眼。一个虚荣的穷鬼，
一个没脑子的傻子，真是绝配。周梦瑶，同为女人，我奉劝你一句，养这种白眼的男人，迟早会被他反咬。你闭嘴！你就是妒忌我跟瑶瑶关系好，所以才这样重伤我。妒忌？是我妒忌你个穷鬼，连婚房都让老婆买，软饭硬吃，好妒忌啊！谁说我吃软饭？怎么，你买得起这房子？薰慈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副嘴脸？之前你虽然很胖，但性格温柔，可你现在这么咄咄逼人，真的很不讨人喜欢。谁让你喜欢？你觉得我变了，是因为觉得我不好骗了，占不到便宜。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之前的样子，薰慈。我跟周梦瑶一直都只是玩玩而已，我心里一直都是有你的。要不是当初你一直把我往外推，我是绝对不会跟他在一起的。只要你肯跟我认错，我们之间还有回绝的余地。这样吧，你把这套房子付了，我就原谅你。原谅我？真的吗？没错，当然是真的。1000万对你来说只是笔小数，正好你也想要这套房，那我就给你一个付钱的机会。段景墨，我每次觉得你够恶心了，没想到你一次一次又能刷新我对你的认知，让我给你买婚房，你脸可真是够大的。我只是给你一个机会，既然你自己不珍惜，那你就等着后悔吧。反正我自己也付得起。上次拍卖会那条项链的钱，大不了耍赖不给了，咬咬牙先把婚房给定了。云策已经和我闹僵，我一定得保住周梦瑶这条大腿。快把合同拿出来！哎，段先生，这是合同，这边请。不是1000万吗？怎么变成5900万了？你们搞错了吧？没弄错呀。不对吧？我刚才来的时候明明听见你跟他说1000万就行了。段先生，您搞错了吧？我们念云小筑是江城最豪华的楼品，一直都是这个价。寻思你来说，刚才明明是1000万，对不对？我哪知道？你买不买？不买一边去。行，我可以买。但你们凭什么给我跟他的价格不一样？把你们经理叫出来，我要投诉你们区别对待！我要投诉你们区别对待！景墨，快别说了，这个楼盘的价格一直都很贵的。什么？段先生，我从刚开始就一直尽心服务你们，你却在这玩我们呢？你知不知道我们念云小筑背后靠的是叶氏集团？你竟敢得罪叶氏！云慈，一定又是你，对不对？是你故意和他们串通起来戏弄我，就是为了看我出丑，对不对？你疯了！是我要买房，你非要跟我抢！你放开！你就是故意针对我，跟你拼了！住手！又是你这个小白脸！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是一点没记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来人，给他们轰出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怎么对我？都是你们！你疯了吗？我可是云海集团周董的女儿，你们竟敢这样对我！哼，那又如何？这里是叶氏的地盘，敢得罪叶三少，还不快点滚！叶三少？难道？没什么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没想到大小姐跟叶三少竟然有说有笑的，而且动作还这么的亲密。那个，我张婆婆回来了，等会儿要带我去见那个叶三少。这叶三少和段景墨可不一样，你要是得罪他，我可救不了你。是吗？可我怎么觉得那叶三少没那么可怕？你这就不知道了吧？这京城权贵的人都是变态，
没有几个正常。反正你待会儿跟着我就对了。张伯伯，你赶快带我去见叶三少。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，好久不见呀！张伯伯，你叫他什么？大小姐，亏你还让我介绍一下叶三少，没想到你们早就认识了呀。所以你是说，叶三少？叶三少好。他不就是个模子吗？怎么会是叶三少？大小姐，话说回来，你和叶三少是怎么认识的呀？认识，可能是有缘吧。叶三少这话说的没错，大家有缘才能走到一起呀。我们家大小姐从小就缺少朋友，如今有你这么一个年龄相仿的朋友，真替她高兴。有劳叶三少多多关照我们家大小姐。倒是云小姐给了我不少关照，该说谢谢的人是我才对。哎呦，我家大小姐还有帮助到叶三少的地方。是啊，云小姐她……要是被张伯伯知道我把叶三少当小白脸睡了，我在江城以后就不用混了。有人欺负叶三少，我路见不平休了他。什么？在这江城竟然还有人敢欺负叶三少，这是非同寻常。回头一定让人彻查。不必，有云小姐帮我就够了。说起来，这念云小筑，云小姐是第一次来啊，不如跟我一起逛逛。好，那就有劳叶三少了。是我错觉吗？总感觉这叶三少看大小姐的眼神不清白呀。不愧是叶氏集团的项目，这风格确实奢华漂亮，独一无二啊！念云小筑，是我耗费心血亲手所设计。三少的审美不错。大小姐这身材多过。叶三少这是哪里话？我哪敢啊！大小姐，别叫我大小姐了，你才是真太子爷。你在生气？可是云慈，那天我救了你，你却把我当成是男模，你根本没给我解释的机会就走了。我没给机会吗？好像还真是。我没有揭晓身份，确实不对。但除了你之外，这世界上从没有人像你这样对我招之则来，挥之则去。燕晨，云慈，你觉得我是能被随便过日的男人吗？ 기다렸잖아 마음만 하면 돼 처음으로 하는 그 말 사랑해 Love you 혼자서 몰래 했던 말 Love you 늘 듣고 싶은 말도 I love you 이 한마디를 못했어 언제나 너의 곁에 있을 Really
要旭日项目。它本来就是你的。是吗？你先打电话。旭日项目交给云海集团云大小姐去做。这回你们云慈，多谢三少爷项目，我会好好加油的。你云慈，这是你第2次完了就跑。这么多花，还挺漂亮。我们念云小筑呢，是三少专门为一个女孩所设计。他说的那个女孩，该不会是我吧？不管是不是，他隐瞒身份就是不对。感情的事，本小姐可得好好考察考察。念云，他该不会很早以前就认识我吧？不会吧？站住！段景墨，又是你！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离我家远点，不然我就报警。你少啰嗦！你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那个小白脸呢？为什么你去哪儿他就去？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够了，段景墨！我记得我们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我凭什么回答你的问题？没关系，之前你明明那么喜欢我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我现在想起我以前那么喜欢你，我甚至都觉得恶心。他的表情是认真的，竟然真的不喜欢我了。不喜欢我，你就去喜欢那个小白脸是吗？段景墨，我们连男女朋友都不是，你只是一个被我养着的资助生。要是没有我，你连活下去都是个问题。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所以你就找那个小白脸当男朋友？荀子，你贱不贱呢？那个小白脸有什么好的？还是说你们已经睡了？你要不要脸？你才不要脸！我云慈爱跟谁睡就跟谁睡。倒是你，一边吃我的喝我的，一边跟周梦瑶不清不楚，拿着我的钱装阔少，还拿着我的包送给他当礼物。你一个靠女人养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？还不走？要不要给你的周校花打电话？他如果知道你来找我，不知道会露出什么表情。呸！谁敢打我？儿子，救救吧！快救救吧！什么人？快放开我妈！臭小子，妈欠你们厂子200万，这么大的窟窿，他现在还不上。既然你是他儿子，也来替他还吧。什么？200万？可是我也没那么多钱啊，大哥们！我可听你妈说，你傍上了云家大小姐，在城里吃香的喝辣。瞧你这一身名牌，我可不相信。今天要是不还你，就对你们不客气。不还，大哥，我刚才还没死，现在就有办法了。是这样的，大哥们，现在那个云村已经彻底不理我了。但你们别担心啊，他们云氏集团马上就有一个新项目要开，只要你们肯听我的，把他们新项目的材料全部都换成次品，你们一定能拿到钱，能拿到更多，我保证，我保证。我劝你小子别说谎。走。孩子，妈害了你。只要你们肯听我的，把他们新项目的材料全部都换成次品，你们一定能拿到钱，能拿到更多。只要将这个纽扣监听器粘在衣服上，
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监听对方行踪。段锦墨是个疯狂的人，他好不容易才搅入骗局，只会比一般人更加的狠。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一定。还好本小姐早有提防，段锦墨，没想到你这么狠。既然你这么找死，那本小姐就新仇旧恨一起算。不过这个计划要是有他在背后就好了。段锦墨被逼到绝境，估计会破罐子破摔，可有对策？需要我帮你吗？说曹操曹操到，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？那就当我是吧。段锦墨想要报复你，把所有材料都换成次品的话，不仅是偷工减料，更有安全危害。他这是要让你在云海集团永远无法立足。如果这件事情成功了，那他在周董和周梦瑶面前可就是大功臣。好个段锦墨，没想到这么心狠。既然他想表功，不如就安排一个大场，让他们好好的演这出戏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不过这件事情是双方设计企划相互配合，所以我需要你帮本小姐一个忙。好，多谢大小姐给机会，我定当效劳。你小子少说甜言蜜语，别以为我就不计较了。快快快！好嘞，来，快点儿，快！走！哼，云慈，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。什么狗屁云氏集团大小姐，等你端了大宝，看你还怎么傲气！诸位，托大小姐的福，我们云海集团顺利的拿下了叶氏集团的旭日项目，今日举行钱财启动仪式。慢着！我要举报！找死的来了！段锦墨、周梦瑶，你们两个已经被公司开除了。来这里做什么？我们云海集团不欢迎你们！来人，把他们丢出去！大小姐，等等，段锦墨说要举报，事关云海集团的集体利益，我劝你还是听一下。周总说的对啊，集团利益第一位。云子，你连听都不敢听，该不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，害怕了吧？这一唱一和，演的还真像回事。行啊，段锦墨，你倒是说说你要举报什么呢？我要举报的就是你，真的假的？君子，你身为云氏集团总裁，却挪用公款以次充公，用垃圾材料应付旭日项目。啊，还有这样的事？简直是要害死整个集团！段锦墨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闭嘴！胡说！证据就在集团施工场地，一查便知。云慈，你年纪轻轻就掌控公司，做的不好没关系，大家都可以理解。但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以次充好，出了什么事情，整个集团都跟着完蛋。不仅如此，旭日项目关系着叶氏集团，叶氏乃是京城的龙头企业，得罪叶氏，你不要命了？别拖累大家。说的是啊，大小姐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不是。你还狡辩？这是要断了集团的名誉和所有人的财路吗？大小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老云总把公司交到您手里，您这样对得起他吗？孝顺，
我笑你们脑子跟有坑一样。这公司是我的，出了事我损失最大，总不能我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吧？狡辩！玄慈，就算公司是你的又怎么样？旭日项目总金额过亿，你以次充好便可轻轻松松贪污几千万，这么大的利润，你当然会心动。没错，云子，你今天必须要给大家一个交代，否则你这总裁之位，我看还是自请辞职吧。我行得正坐得端，没有贪污，更没有以次充好。既然你们举报我，不如交给市场监管，让他们还我一个清白。真的要闹到市场监管吗？爸，你就放心吧，景木他已经把工地的材料给换了，证据确凿，监管人员来了才好，这样他才不会有翻身的机会。臭丫头摆烂这么多年，突然回来抢公司，害我束手束脚。如果能趁机将她击溃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云慈，伯父是相信，但是大家不一定相信你。那么，就请市场监管好好查一查，还你清白。你们现在笑得开心，等市场监管的人查清楚了，看你们还笑不笑得出来。你还有心情喝酒？我心情好，当然喝酒了。只是没有想到，这剪彩仪式居然来了2个跳梁小丑。云慈啊，我要是你的话，现在就应该好好想想，待会儿怎么跟大家伙赔罪道歉。是吗？这要是市场监管来了，证明我清白，你们当众污蔑我，当众诽谤我，这件事情你们要付出什么代价？行啊，你要是清白的话，待会儿就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你跪下磕头道歉。可以啊，不过我觉得到时候你跪的可能不是我。你什么意思？市场监管，请大家配合调查。市场监管人员这么快就来了呀？我刚到门外，他们就来了。我们接到举报，你们之前有人涉嫌渎职贪墨、偷工减料，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安全危害。现在我们将依法进行起诉。玄慈，这下你死心了吧？你完蛋了！是吗？还笑？抓你的！抓他？不对吧？我们调查到的负责人是个男的，叫周大海。啊？我爸！我就是周大海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没搞错，我们在云台2期工地发现了大量劣质材料，甚至有部分材料是有毒害的。你身为负责人，连这种丧良心的钱都赚？不会吧？有问题的不是应该是旭日项目吗？旭日项目也是你们云海集团的项目，正好2家施工队离得近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旭日项目一切合规，倒是你们证据确凿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搞错了，你们抓错人了！爸，你们搞错了！秦墨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不对呀，不对呀！明明被抓走的人应该是云慈，为什么会是周董？我知道了，这一切都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是又怎么样？把他们放进去的材料全部拿出来。该怎么处理？他们找到这么多劣质材料也挺不容易的，当然是给他们送回去。你们为了对付我，找了这么多垃圾，可费了我好一番功夫。云慈，你故意的！恶毒无耻！我无耻？我不过是把你们给我准备的原封不动还给你们而已。这周董也是你们亲手送进去的，怎么样？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不好受吧？要怪就怪你们自己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你不给我留活路，你怎么不死了算？云慈，
是外公留给我的遗物，还给我！瑶瑶，救我！我不会水啊！等会儿我就看这个水啊！段景墨不会游泳，怎么会这样？내 맘에 깊이 가득 차버린 공허한 세상 나를 구해줘 I wanna reset I wanna reset I wanna reset 네가 가는 곳에 나도 함께 갈게 你没事吧？当年救我的人，原来是你。小没良心，现在才想起我。你又瞒我，你要是早点告诉我，我也不会被段景墨骗那么久了。你把我忘了，反倒怪起我来了。再说了，我现在跟小时候长得完全不一样。就算我跟你说是我救了你，你会信吗？也对，你现在是差别好大。你小时候胖嘟嘟的，还说。那你认识我很多年了呀？我听说叶家三少曾经有个念念不忘的白月光，还为他建了孽缘小筑。叶叶辰，你该不会很早以前就对我怀有贼心了吧？是啊，天姐也很多年。这还差不多。以后不许有事瞒着我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的大小姐。And I miss you, miss you 叶彦辰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，上一世我误以为段景墨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对他言听计从，却被他算计吃绝户，最终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。好在这一世，这次我终于找到了你。明知你不会水，却将你撞入水中，这两句，是啊，我原本以为段景墨只是贪图钱财，却没想到他连救命恩人这事也是骗我的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，我要主动出击。你想出了这口恶气，我倒是有个主意。你说，你说。他们到现在好像还不敢相信我的身份，以为我只是你包养的小白脸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要是没记错，段锦墨慈善拍卖会上花1000万抢的项链，后面又被他退回去了。我等会就让人买下这条项链。周董坐牢，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到时候咱们就用这条项链请君入瓮。放开！大小姐，我这就把他们赶出去。你试试啊！没事，你们俩有什么事就直说吧。你把我爸害得判刑，要坐牢3年，云子，你把他害成这样，你还有脸跟我说话？你爸他不是被你和你亲亲男朋友害的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徐慈，你少血口喷人！明明是你把我们逼到了穷途末路，我们也是逼不得已才那么做的。而且，就算我们做的再不对，你也没必要害瑶瑶的爸爸去坐牢吧？你们冲进我办公室，如果只是说这些废话，那还是出去吧，我很忙的。忙？不就是在打扮吗？是啊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忙着打扮，准备去约会呢。约会？又是和那个小白脸吗？要你管，
这项链好像是拍卖会上那条。没错，这项链你们买不起，我男朋友拍下送给我了。他对我可好了，不像某些白眼狼。哼，云慈，我发现你还是和以前一样的蠢。这条项链已经被我加价加到了1000万，他一个吃软饭的白眼狼，能给得出来那么多钱吗？没错，我看着也不太对劲，这个肯定是个假货。段景墨，要说吃软饭，谁能比得过你啊？我看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还是赶紧出去吧，别耽误我约会。看什么看啊？哦，我记起来了，这条项链你也很喜欢，可是不好意思，这条项链现在是我的了。程梦瑶，你疯了吧？这条项链价值1000万，你竟敢扯断！扯就扯了，我都说了，这就是个假货，9.9块包邮都嫌多。我再说一次，这条项链是真的。真的？你是要笑死我吗？告诉你，这种你骗骗别人也就算了，别到时候连自己都信。周梦瑶、段景墨，你们可别后悔。少啰嗦，瑶瑶，我们走。大小姐，刚接到消息，叶氏集团叶三少亲自来集团和您洽谈旭日项目，马上就到楼下。知道了，叶三少是贵客，不能怠慢。你们俩好自为之。叶三少，一起去看看。景墨，我们跟过来做什么？我听说叶三少脾气古怪，眼里容不得沙子。他要是知道云慈之前的所作所为，那他必然会怀疑云慈是否能够担任得起旭日项目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父亲为云海集团鞠躬尽瘁，却遭云慈迫害，我一定要让叶三少吃到云慈的嘴里。希望一会儿你们还可以笑出来。叶三少，好吧。叶三少竟然这么帅！是啊，跟传闻中一点都不一样。他就是叶三少，怎么可能？哇，叶三少竟然这么帅！他才不是什么叶三少，他是个骗子。这不可能，他可是叶三少。可是骗子，我又是。这位先生，你刚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说他不是叶三少，他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。之前就冒充叶三少到处招摇撞骗，今天要不是我的，你们可就都被他给骗了。这人没事吧？不是，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呀？他真是个骗子。景墨说的没错，这骗子是云慈的老相好，这肯定是云慈的主意，他肯定是想计划着什么坏事儿。你们还不赶紧把这个骗子和云慈抓起来！你们是认真的？老子当然是认真的。可他就是真的叶三少啊！什么？叶三少虽然很少抛头露面，但他之前接受过访谈，他的样子我们都还认得出。你们竟然不认识叶三少，还在这里发疯？你们没事吧？他真
真是叶三少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不过他有事儿。叶三少，这一切都是个误会。我们以为这条链子是假的，所以我们本少从不买假。是叶三少，所以说这都是误会吗？是云慈，都是你！你不是说这条项链是你男朋友送你的吗？怎么会是叶三少？对啊，他是我的男朋友。我知道了，你们是故意的，你们故意让我们以为这条链子是假的，才害我们弄断了它。原来如此，云慈，你太恶毒了，居然害我们！我害你们，是我让你们冲进办公室辱骂我，也是我逼你把这条项链弄断吗？分明是你们肆无忌惮、不计后果，才会酿成现在的结果。这条项链的价值，想必不用我说，你应该也清楚吧？我办公室的监控可拍得清清楚楚。这1000万，你们要是还不出来，那么你们等着坐牢吧。我不能坐牢，我不能坐牢。你不许走！不许走！小心！玄慈，你欺人太甚！是，我只是从山里走出来的穷学生，我没钱，我没地位。可你知道我走到今天我有多不容易吗？而你呢？你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千金大小姐。你有钱，你了不起，那你就可以随意的捉弄我吗？闭嘴！你不容易，难道世界上其他人就容易吗？是，我是家境不错，从小不用担心生计，可我家人全都去世，从小到大无数个夜晚都是哭着醒来的。我也觉得我自己很难，但就像你说的，我也是幸运的，至少我不缺钱。可你呢？有了我的帮助，已经比其他人幸运很多。你本可以拿着我的助学金去学习，去打拼。你口口声声说你读书这么多年，可你却做尽坏事，只想着费尽心机投机取巧去吃软饭。这世上其他人已经过得很艰难，但他们靠着他们的双手去努力打拼，不偷不抢。你有什么资格卖惨？云慈这些年来一直在积极努力做公益，帮助别人，而你得到帮助之后，却只想着占便宜吃绝户，真是没想到，居然帮衬出你这样的白眼狼。就是啊，你看你还真是说的比唱的都好听。如果你们跟我一样的出身，只怕你们的选择会比我更下贱。我不会。段锦墨，你以为其他人都跟你一样肮脏吗？别啰嗦了，他这种人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错。不过，我倒是想到个法子。今天我心情不错，项链的事情我也不打算追究到底。你二人之中，只要出一个来背锅的就行，剩下的那个可以带走这手提箱里的100万，有多远走多远，别出现在我面前就行。叶三少，你这是要离间？秦梦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别笑得这么轻声，周梦瑶，那项链本来就是你扯断的，别想让我替你背锅。这一切是我的。什么？段锦墨，你还是人吗？说到底，我们不都是为了给你撑腰，我和我爸才会有今天这个下场。少往我身上扯！这项链是你弄断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郑某，你去牢里陪你爸，就不奉陪了。没良心的，今天别想走！我和我爸还真
锦川已经在来的路上，走吧。为了钱不择手段，最终只会越来越丧心病狂。或许我从一开始就不该资助他。你这是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但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是知恩图报、相互温暖的。你这是？这是迟到多年的表白，云慈。其实我一直很后悔，没早点找到你，否则就能在你最无助痛苦的时候陪在你身边。不过现在好像也不算太晚，给我个机会好吗？喜欢你，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。本小姐就给你这个机会，要是你可让我不高兴的话，我还是要继续喝茶。好，我的大小姐。像流传许久神秘的爱情咒语，如果我能给你短暂的开心。